今天我们来北蛮只干3件事：收粮、收人、收服北蛮。不就喝了几杯酒吗？至于给我发配到边疆来了？你那是去喝酒吗？雪月阁的头牌姑娘被你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结果分文不给就想走。你当青楼是你家开的善堂？看不上眼换一批怎么了？消费者没有选择权吗？老子以前在 KTV 点少爷公主也都这样，大不了给个差评，凭什么抓人？满嘴胡言乱语，少废话！到了朔风城劳役营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趴着，谁要是敢耍少爷脾气，老子让他今晚就睡乱葬岗。其变偶不变，符号感小心。你也是传过来的？我沈燕，现代人，商科出身，干过投资，做过品牌，搞过并购，因为白嫖被抓。陆恒，理工科，材料和化工方向，因为私自制造私盐被抓。咱俩这个开局，多少有点不体面。确实。你觉得咱俩现在逃跑成功率多少？不到1成。北边是荒漠，西边是戈壁，南边有驻军，东边是关卡，没有陆体，没有粮，没有马，逃出去也是死。那就只能换条路。什么路？先活下来，再脱劳役身份。怎么脱？让他们离不开我们。这个营里缺水、缺粮、缺药，只要咱俩能解决一个问题，就能换一口饭。我可以先解决水。水不够赚钱，得有一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还能让上面人掏钱的东西，比如肥皂。草木灰质碱，动物油脂皂化，粗制可以做，质量不稳定，但清洁够用。边军最缺这个，虱子、脏病、伤口感染，这玩意儿能救命。还可以做石灰处理污水，配合肥皂改善卫生。漂亮！你负责造，我负责卖。卖给谁？先卖给牢头。不对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让牢头以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意。你前世真不是骗子，请叫我商业模式设计师。新来的，懂规矩不？晚上把你的饭交出来，老子罩着你。怎么，还想动手？敢问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小子，你听好了，老子叫周虎。虎哥是吧？你想不想吃饱饭吗？什么？你们想不想以后每天都吃干的，不喝这种虫子粥？少他娘废话！你打我一顿，最多出一口气，可你要是跟着我干，我能让你3天内吃上肉汤。新来的疯了吧？3天吃肉，咱们这营里连老鼠都快饿死了。小子，你敢耍我？只要有草木灰、废油、石灰和干净水，3天可以做出第一批粗糙，卖出去，换肉不难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打我一顿，然后继续每天喝虫子粥，等着哪天死在城墙底下；第二，跟我干3天，3天后要是吃不上肉汤，我站着让你打。你要是骗我呢？我要是骗你，你不但可以打我，还可以把我这碗粥也抢了。好，老子就信你3天，3天后没肉汤，我把你牙一颗颗敲下来。成交。哼。你很会拿捏人，你也很会画饼。我没画饼，我真能做。那更好，我负责把饼卖贵一点。反了你们了！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去干活？马爷，能否给我3天时间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3天之内，我给您做出一门能赚钱的生意。就你一个青楼白嫖犯！马爷，这营里犯人1年死几10个，死了就得补人，补人就得花钱。可若是我能让犯人少生病、多干活，还能让军营那边掏银子买东西呢。码头，不好了！军营里昨夜又倒了20多个，身上生疮，高热不退。军医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炸营。
马爷，这生意现在不只是赚钱了，是救命。给我3天，3天后，军营要是还不派人来求你，我沈岩这条命赔给你。先找草木灰，我们开工。草木灰，军营里死活不知，你跟老子要草木灰？马爷，草木灰不是灰，是钱。军营里那些兵无生疮发热，一半是伤口脏，一半是衣物脏。若是不先把人洗干净，军医给再多药也挡不住继续烂下去。你是大夫？不是。那你懂个屁！我不懂治病，但我懂怎么让病少一点。码头，别耽误了！营里校尉大人说了，今日若还压不住病势，所有劳役都得停工，改去挖坑埋人。你要什么？草木灰，越多越好。废弃油脂，军营伙房肯定有。再要几口大锅、木桶、细沙、木炭、石灰。你还真敢开口！东西是军营出的，活是犯人干的，事成之后功劳是您的。若军营因此少死几个人，校尉大人记谁的好？而且这东西一旦做出来，城里富户也能用。到时候银子流进来，您只管坐着收账就行。好，老子给你3天。马爷放心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去搬东西。这玩意儿也能做救命的东西？姓沈的，你可别说这锅泔水就是肉汤。少废话，想吃肉就闭嘴搬灰。这边做灰水，这边滤水，这边熬油，那边搭临时棚，别让风沙灌进锅里。这就是你说的赚钱生意。马爷，钱在锅里，臭是暂时的。你最好别让老子等太久。姓沈的，你确定这东西能换肉？快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就说不成，马爷要杀人了！你耍老子！第一锅本来就是视比例，废了正常。废了正常，那你们脑袋掉了是不是也正常？再给我一锅。马爷，第一锅废料也不是没用，可以拿来洗茅厕、洗地、杀虫。真正给军营用的，得第2锅。第2锅若还废，你们2个就自己跳锅里。可以。还要多久？继续。老子手快断了。想吃肉吗？有。成了。真期末了。神了！这玩意儿真能洗干净，比草木灰好用多了。都干什么呢？马爷，第1批成了。就这？外表粗陋，内里值钱。军营要是用了没效，有没有效，不是咱们说了算，让军营里的人试。你写的这么细，他们未必会照做，所以还得你去说。我？你嘴厉害。这倒是事实。你就是做出那什么灶的犯人。正是。若是没用，本将砍了你。若是有用呢？你想要什么？不敢要赏，只求校尉大人试用时按我的法子来，否则粗糙再好，也救不了一群不洗衣、不烧水、不晒被的人。大胆！大人，病不是一天来的，也不是一块皂就能神仙救命。若只洗人不洗衣，虱子还在；只洗衣不晒被，虫卵还在；只喝药不换水，误会还在。大人若想救人，就得先让军营干净起来，否则今天倒20个，明天就倒50个。
按他说的做。大人，没听见吗？烧手洗衣，晒背撒石灰，谁敢偷懒，军棍20。这破东西味儿真冲，拿犯人做的玩意儿给咱们用，校尉是不是被那小白脸骗了？哎，真没那么臭了。我这床边上也没那么痒了。快，再给我一块！军营那边传来消息了，新增倒下的士兵从前一天的23人变成了5人。校尉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可是那灶有用？这东西还能做多少？能做多少，要看大人想救多少人。什么意思？只靠我们2个，一天做不了多少。可若是把劳役营改成制造作坊，把犯人分工，按量计工，给饭给赏，3日内可供全营，10日内可供全军。大人，这些犯人懒滑得很，不能惯着。马爷说的对，所以这事儿还得马爷管。校尉大人管军务，哪有空盯着一群犯人做灶？马爷熟悉劳役营，只要有马爷监督，我们负责技术，犯人负责干活，军行负责采买，岂不是3方都好？你倒是会分工，功劳分出去，事情才能做成。若是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，离死也就不远了。技术书是你的，粗制而已。若材料足，可以做得更好。还能做什么？净水池、石灰消毒、伤兵房分区、污水沟改道，还有城墙修补，不能再用黄泥，迟早会塌。从今日起，劳役营拨出30人专做粗糙，沈燕管账，陆恒管制，马三管人。做得好，本将给饭、给肉、给赏。校尉大人，此话当真？放肆！只要做得出来，本将说话算数。小的愿干，我也愿干。我会烧火，我会木工，能做模子。哟，倒是热闹。赵家二爷赵德昌，李校尉，听说军营新得了一种洗身除屎的好物，我赵家愿意替军中分忧。怎么分忧？这制造的活儿交给我赵家来办，犯人粗鄙，做出来的东西怎能给军哥们用？我赵家有铺子，有人手，有银子，只要把方子交出来，3日内便能供足军营。赵二爷愿意出力，自然是好事。哼，你就是那个吃霸王餐被发配的沈燕？正是在下，一个白嫖饭也配管军中生意？二爷说的对，我不配。你怂什么？只是这方子分3等，下等方子能起沫，中等方子能除屎，上等方子能保军营不炸营。你什么意思？二爷既然有钱有人，这下等方子便送给您：草木灰、废油水熬成膏，冷了切块，简单的很。你真给，真给，哼，算你识相。不过二爷用之前最好先试试。是什么？试试会不会烂手？校尉大人，若赵家3日内能做出合格军造，我沈燕愿把这门生意拱手相让。若他们做不出来，还坏了军中大事，那就请赵家赔军营这一场疫病的命。一个发配的犯人也敢跟我赵家斗？不是说这东西就是草木灰、废油和水熬出来的吗？二爷放心，这东西听着不难，小的已经让伙房备好了草木灰和猪油，今晚就能试做。3天，我赵家1天就能做出来。二爷成了，这不就跟那犯人说的一样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秘方，不过是下等贱货。掌柜的，不对啊，火大了，快小火！这是什么味儿？也许是油不干净，再熬一熬就好。废物！
爷，烂手，烂手啊！二爷，小的不敢再试了。不敢？军营验灶就在眼前，你们现在跟我说不敢，继续试。天亮之前，我要一批能拿去军营的灶，做不出来，你们一起滚出赵家。掌柜的，又散了。这不是少一味料，是火候、灰水、油脂全都拿不准。那就挑看着最像的。军营验的是灶，不是你们的本事。外观看着还能唬一唬。这一批可以送。嘿，这才叫灶，赵家那玩意儿也配？沈管事，军营那边该验灶了。走，看赵二爷交卷。爷，李校尉，我赵家连夜赶制，虽不精美，却也能用。不对，疼！这东西咬手。这哪是洗衣，这是抹泥。这许是还未干靠。继续验。这块稳。不疼，真不疼。能洗够，不伤手。这才是真灶。赵家那箱算什么？你一筷子吧。痛快。太痛快了。你一个臭犯！够了。这东西，军营不用。校尉大人，沈燕说的对，军营病患等不了。赵家既然做不出来，就别插手军务。从今日起，劳役营制造作坊正式归军营采买，每日供灶，按量给粮，按质给赏。沈燕，记账管事；陆恒，技术管事。是，大人。那小的，你仍管劳役营秩序，若作坊出事，先问你的罪。小的明白。谢校尉大人。你们还是犯级，但在本将这里，有本事的人能多活几分。李校尉既然已有决断，赵家自然不敢多言。呸！什么赵家二爷，也就这点本事。别高兴太早。怎么？商人吃了亏，不会认错，只会算账。他会报复？不是会，是一定会。那怎么办？他想抢制造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门小生意，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门大生意。怎么做？军营用粗灶，百姓用平价灶，富户用香灶，3条线一起走。香蕉需要香料，边疆没有多少。没有就制造稀缺，粗灶卖功能，香灶卖身份。只要包装的好，一块加了花草香气的灶能卖出10倍价。洗身子的东西还能卖给富户。记住，这世上最赚钱的不是必需品，是让人觉得用了之后高人一等的东西。不好了，现在城中百姓都在骂，说军营拿毒物害人。放他娘的屁！你还笑？我正愁没机会全城知道我们的灶，赵家倒是替我把锣鼓敲响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明日在城门口支锅烧水，当众验灶，让赵家亲眼看看什么叫越马黑，卖得越快。别急，别急，今日当众验灶，谁不服谁上来试。听说这东西是用尸油熬的，劳役营那群犯人做出来的东西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别上当，这是毒灶，用了绝丝。那姓沈的是发配来的，能是什么好人？老子撕了他的嘴！别急，他们骂你，骂得越响，围过来的人越多。你看这人，比我花钱请的还卖力。开始吗？开始。诸位乡亲，今日不卖东西，只验东西。不卖？那你摆摊干什么？怕你们被骗，
所以让你们亲眼看。看什么？看你们怎么拿毒皂害人！说得好，既然你说这是毒皂，不如你上来验。我凭什么上去？你不上来也行，那就别躲在人群里喊。毒不毒看人用，你不敢用，我敢。看见没？没烂，没断，没绝丝。最后一句不用喊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早就习惯毒了？犯人皮糙肉厚，百姓可不一样。那就请一位乡亲上来。我是小石头，你疯了！万一真有毒呢？我不怕，我娘在军营里洗衣裳，她说用了这个，军爷的衣服真不那么臭了。你叫什么？陈小石。为什么愿意试？你们是不是说试了给馒头？给。先拿着，不管是不是，这都是你的。看清楚了，孩子手上有冻裂伤，不碰伤口，只洗灰泥，有破皮的地方不能用力搓，洗完要擦干。真干净了，这娃我认得，他平日脏得跟煤球似的，竟真洗白了。这个能洗我娘的衣服吗？贵吗？不贵，这种碎皂百姓用，3文1块。3文能洗几件衣裳？省着用，洗几件脏衣不难。洗手洗脸用得更久。3文要是真能洗成这样，倒是不贵。给我看看，这3文。今日3种皂：碎皂3文，整块粗皂8文，耐用些。军皂暂不外卖，专供军营。给我来一块碎的。我家男人在铁匠铺干活，天天一身臭汗，给我2块。排队，谁抢谁最后买。每卖10块，寄1块入军营卫生备用；每卖20块，拨1文进作坊饭钱。这账记得倒是清楚，账清楚才不容易被人说贪。继续卖，别乱。明日还有没有？能不能预定？我家主子要20块，有钱。有钱也排后头。诸位放心，明日起劳役营作坊每日出皂，城南门设一处售点，军营用皂优先，百姓限量购买。限量？为什么限量？材料有限，人手有限，若不限量，富户一口气买光，穷人就买不到了。说得对，不能让有钱人全买走。神管是厚道。明明是货不够，咋还成厚道了？他把缺货说成了公平，这也行。卖东西卖的不是东西，是让买的人觉得自己占了理。二爷，城门那一场没压住，反倒让百姓信了他。哼，百姓信他有什么用？做皂总要油脂，总要草木灰，总要石灰吧？买，城里所有猪油、羊油、废油、草木灰、石灰，全给我买下来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料，他拿什么做皂？嘿，废油全要，今日有多少收多少。这玩意儿平日都没人要，赵家真收。二爷有令，一袋不留。有脚料呢？刚让赵家买走了。肥油呢？也没了。赵家给钱痛快，小店总不能不卖吧？石灰呢？赵家定了，一袋不留。不好了！马爷，出什么事了？赵家把城里的废油、草木灰、石灰全买光了，明日咱们开不了锅。这不是断咱们活路吗？沈燕，你快想办法！赵家花大价钱买了1城的废油和灰，这还不麻烦？他们承认这东西值钱了。没错，他们若只是做买卖，那叫竞争；可他们买空军皂原料，让军营用不上皂，那就不是竞争。你的意思是阻断军需？这帽子比断我一锅皂重多了。县衙状唤，赵家告军皂作坊扰乱市价，犯人经商。他们还敢告？来得正好。赵家在县衙经营多年，不会只告状这么简单。我跟你去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砸他桌子！上公堂不是比嗓门，是比谁的名头更正。赵家告我经商，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军需工坊。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草民赵德昌状告劳役犯沈燕，私设摊点，聚众售卖，扰乱市价，且以犯籍之身经商敛财，坏我朔风城规矩。沈燕，你身为犯籍，竟敢私自经商？回大人，不是私自经商，是军需工坊余货官售。
军需工坊，此物先供军营，防伤病，除污秽，压疫气。军营用不完的边角碎皂，折价卖给百姓，所得入账，补作坊饭钱。敢问大人，这叫私商还是军中善后？账目倒是细，每卖10块，留1块给军营备用；每卖20块，拨1文给作坊犯人添饭，剩下铜钱全部计入军造原料账。说得好听，3文碎造，8文整造，你这是压价抢市，扰乱商家生计。哼，赵二爷若真怕市价乱，昨日为何高价买断全城废油、草木灰和石灰？您是护市价，还是想要阻断军需物资？笑话！我赵家花钱买料，银货两讫，何罪之有？校尉大人昨日以下采买令，军胄作坊原料列入军营临时采买。赵家明知军营要采买军造，仍高价买空全城原料。大人，这不是商争，这是阻断军需。此事嘛，或许只是商户之间一时误会。军需工坊的事，县衙也能断成误会。李校尉说：“启禀大人，军营伤病自用皂清洗衣物，被褥伤患周边后，新增病倒人数已明显下降。此物虽非药，却能减少污秽传染。”校尉大人，赵家并不知这是军需。不知。昨日验皂时，本将当众宣布军营采买，你在场。赵德昌，你当本将也耳聋。大人，草民不求重罚，只求赵家按原价退还军造原料，并补运3日用量，免得军营断造。赵家即刻退料补运，不得延误军需。赵家遵令。多谢赵二爷替军营备料。都小心点儿，这可是军需原料。赵家奉县衙令退运原料。灰还算干，油脂可用，石灰也没潮。轻点儿，那油罐摔了你赔啊！计入军需制造作坊3日原料，数量无误。赵家手令军营记功，这笔账会写得很清楚。从今往后，这里不是普通劳役营，是军需作坊。总算有块护身符了，牌子有了，下一步是规矩，不然人一多，水和缝物会先出问题。灰水只管灰水，绿油只管绿油，熬煮不许离锅，入模要记批次，谁乱换，整批都可能废。灰水组跟我走，谁敢把油倒灰里，老子让他填锅底。有分工才有产量，这才像个作坊。产量上来了，问题也来了。什么问题？水。作坊用水、军营饮水、城中污水，全都混在一座城里。皂能洗人，但救不了一座喝脏水的城。军营井在下游，城中污水沟也往这边汇，只要雨一大，污水就会渗进井边。所以军营不是缺皂，是缺一条干净的水路。校尉大人召你们去军营，井水出事了。大人，今晚打上来的水都是这个样子。这水不能直接喝，若继续入口，伤病未必压得住。陆恒，看看，不是井坏了，是周围的脏水正在往井边渗。多久能做？先救急1天，要彻底改好3天。今晚起，军营井台、水沟、净水池一并改，按工记名，谁干得多，谁多1碗粥。3日内成事，作坊另添肉汤。听见没？肉汤！谁敢偷懒，老子先把他埋沟里。第1队抬石，第2队挖沟，第3队清井边淤泥，先断脏水，再保饮水。沟底要往低压处走，别图省力挖平沟，水不走等于白挖。听见没？水要走，人也要吃肉汤。挖！可以试水。清了，至少泥沙少了许多。这水能喝。从今天起，军营饮水一律先滤后烧。军营水路交给你们，若3日内稳定出水，本将给你们换一处更大的作坊。更大的作坊不够，那就要一条街。什么不够？制造、净水、排污，全挤在劳役营里，迟早还会乱。所以，一个作坊不够，得要一条街。开口要一条街，是朔风城要活，得有一条能造东西的街。三河村遭袭，北蛮骑兵来了。
校尉大人，他们两个是攻防管事，又不是兵，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让他们看看边疆是什么样。北蛮经常来吗？每年秋冬都会来，少则几十骑，多则上千骑，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朔风城不追，说得轻巧。北蛮1人3马，来去如风。哼，我们城里马不足，军饷不足，弓弩也就，追出去容易，回来难，所以一直被动挨打。你懂什么？边军不是没拼命，是没办法。我没说边军不拼命。哼，那东西多久没用了？早废了，里面木柴没烂，台阶塌了一半，点火还没等烧起来，北蛮已经跑远了。如果重新修起来，配合旗号和铜锣，至少能提前半刻钟传信。畜生！来的人不多，你又懂了。马蹄一应大约30到50骑，动作很快，目标明确。先撞栅栏，再烧粮仓，最后抓人，停留时间不会超过1刻钟。这些我们也看得出来。那你们为什么没提前发现？你什么意思？那里能看到10里外的草道，是天然哨位，可上面没有岗棚，没有锣，没有烟灶。村口栅栏是直的，骑兵一撞就开。这不是村子太弱，是从一开始就没人教他们怎么活。你一个私盐犯，敢教边军做事！魏百户长，你错了。我哪里错了？他不是教边军做事，他是在教百姓怎么在边军赶来前多撑1刻钟。边军再强，也不可能每一刻都守在每个村口。北蛮来得快，走得快，村子若一点预警和拖延都没有，等军队赶到，只能收尸。你们有办法？有。说。第一，村北坡建哨棚，白日旗号，夜里火光，配铜锣，只要看见骑兵，立刻示警。第二，村口栅栏不能直开，要改成折入口，骑兵不能一冲到底，必须减速。第三，路面挖浅坑，铺草遮盖，不求杀马，只求乱阵。第四，粮仓不能建在村口，要分散埋藏，北蛮抢不到整仓粮就不会久留。第五，老弱妇弱要有躲避点，最好是地窖或土窑，入口隐蔽。多久能做？若只改三河村，3天。若推广到朔风城周边12个村，半个月起步。要人，要木料，要铁器，要锣。劳役营犯人可以分队，木料可以向城中木行赊，铁器让铁匠铺做，锣未必够，可以先用空铁盆代替。至于钱，钱从哪里来？制造作坊。造坊那点钱够干什么？如果只卖粗造，当然不够。但若卖香皂给富户，就够了。村子被烧了，你还想着卖香皂？魏百户长，打仗要钱，修房也要钱。富户不会因为三河村死了人就主动掏银子，但他们会为了让自己身上香一点，脸面高一点，掏10倍的价。他们买1块香皂，边村就多一根锯木；他们买10块香皂，村口就能多一道栅栏。既然他们不愿意为边疆流血，那就让他们为体面付钱。哼，你这张嘴确实厉害。大人过奖。三河村就按你们说的改。大人，3天时间太紧，北蛮未必会再来。
北边发现骑兵踪迹，大约40骑，在黑水沟一带，看方向可能还会回来。魏峰，带100人护送伤者回城，其余人留下设伏。大人要在三河村打。他们既然敢回来，就别回去了。不能在村口硬打。为何？骑兵速度起来，部族挡不住。要把他们引进来，逼他们减速，再关门打。怎么引？用粮。北蛮回来无非2个目的：第一，看有没有漏网的人；第二，看有没有没烧完、没抢走的粮。把几袋粮故意露出来，再让村里升起点烟，装作还有人没逃不进。北蛮见了，必然进村。拿百姓当诱饵？不，百姓全部撤走。诱饵是粮，是烟，是他们的贪心。村口折入口来不及修完整，但可以用倒塌木梁和车架临时摆成弯道，再在2侧藏弩手，前面挖浅坑，后面用巨马车堵退路。能成？只要他们冲进来，就成。若他们不上当呢？那就更好，至少今晚村子不会再死人。照办。是。放！杀！老子打中了！清点。斩首29，俘虏6人，缴获战马27匹，追回粮食和布匹若干。多谢军爷，多谢2位管事救命。方才是我小看你了。正正，今日这一仗能赢，是因为他们贪心，也是因为他们人少。他们吃了亏，下次不会这么蠢。所以要在他们下次来之前，把12个村都改完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怎么来得及？今日缴获战马27匹，北蛮刀工若干，粮食布匹若干，这些都是钱。有钱就有人，有人哨棚、巨马、藏粮轿就能修。这是军货，所以得请校尉大人下令。你又想干什么？请大人准许，用此次缴获的一部分设立边村防御赏则。凡劳役、工匠、百姓参与修哨棚、巨马、藏粮轿者，按工给粮；凡提供木料、铁器、旧车架者，可折下换造；凡发现北蛮踪迹并及时示警者，赏粮。从今日起，让整个朔风城北境都变成我们的眼睛。准。没用，7天，7天后我们百夫长来烧朔风，杀光。什么意思？不是40骑，是800骑，你们都死。校尉不能等，应立刻把北边村民全部迁入城中，闭门死守。全迁进来，城里哪有那么多粮？12个村几千口人，进城以后吃什么？住哪里？那也比留在外面被北蛮迫害强。若村子全空，北蛮就会直接围城。他们不抢到粮，不抓到人，绝不会轻易走。是，
刘副处长，你说，草道、低坡、干河沟几处废弃封堵，不能全撤，也不能硬守。什么意思？村民中的老弱妇孺先撤进城，青壮留下。12个村不各自为战，而是连成一条预警线。第一层，北边3处高坡建哨棚，白天挂旗，烟上点火，发现敌骑立刻传信。第二层，每个村口设置浅坑巨马，不求挡住800骑，只求拖慢他们。第三层，粮食分散藏入地窖，村中只留少量假粮诱敌。第四层，锣声一响，青壮入房顶，妇孺进藏身窖，不能乱跑。你的意思是把12个村变成12个小陷阱？不是陷阱，是缓冲。我们打不过800骑野外冲锋，但可以让他们每到一个村都慢下来，每慢一次，朔风城就多一点准备时间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让村子守住北门，而是让北门没法一路畅通的杀到城下。说得轻巧，你们要改12个村，靠谁？靠劳役营那群犯人？靠犯人，靠百姓，靠工匠，靠钱。哼，钱从哪儿来？军营库里连建筑都快补不起了。第一，三河村缴获战马27匹，其中伤马3匹留作拉车，健马24匹可入军营。第二，制造作坊今日起推出香皂，所得5成入边村防务账。第三，百姓可用木料、旧车匠手量、铁器、草绳、废油、草木灰换皂，我们不花银子也能收物料。第四，富户若捐粮捐钱，名字刻在城门功德墙上，若一文不出，日后边村防线保住了，他们也别想靠城门商事发财。他们若还是不出呢？那就更简单，我们就在榜上写赵家捐灵文、王家捐灵文、刘家捐灵文，第2天全城都会知道他们有多舍不得。香皂能卖出钱？粗皂3文，百姓买得起；军皂8文，军营用得起。这块香皂卖3两。3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抢钱犯法，卖香皂不犯法。普通百姓买的是干净，军营买的是防病，富户买的是体面。今日他们还看不上劳役营国防，明日我就让他们知道，有些东西不是他们想买就能买。怎么卖？限量。第一批香皂只做30块，不摆摊，不叫卖，只送3块。县令夫人1块，赵家大夫人1块，城中最大布商家的小姐1块。为什么送赵家？因为敌人的后院比敌人的前院更容易着火。这是要修北边村子的防线。听说800北蛮要来，哎，三河村都被烧成那样了，不修不行啊。赵家那么有钱，会捐多少？怎么没看到赵家的名字？这真是劳役营做的，说是神管事送来的，叫香皂，还说第一批只有30块，外配暂时买不到。去问问还有没有。沈燕，就是那个气得二爷摔了好几个杯子的犯人。是。听说这个香皂外头暂时买不到。嫂嫂，那是沈燕的东西，这明日王家夫人若用了我没有，赵的脸往哪儿放？怎么这么？我家夫人要5块，我家小姐要10块，多少钱？还要走吗？今日每家限购1块。凭什么？因为第一批只30块，3两也只卖1块，这不是钱的事。5两、8两。陆管事，这玩意儿成本多少？算上油脂、草木灰、艾草松脂和人工，大概10几文。沈管事心真黑呀！我也这么觉得。
行。陆管事，北蛮骑兵真来了，这些木头架子挡得住？挡不住，但能让他们慢下来。只要慢下来，你们就有时间跑，城里就有时间救。干！不是演练。北蛮来了，不是800，是1200骑。关城门。校尉，北边12村信号全响，最北的石坡村已经看见敌骑。村民撤了没有？信号传得及时，老弱妇孺已经按计划往藏身教和后坡撤，青壮留下守巨马。1200骑呀，那些破木头能挡什么？还不如一开始就把所有人牵进城。挡不住。你自己也说挡不住。我们从来没打算靠村子挡住1200骑。那修这些有什么用？让他们慢，慢1刻，城里就多1刻准备；慢2刻，村民就多2刻活命；慢半个时辰，他们马力就少1分。石坡村撤出7成，北2村撤出8成，河湾村粮食保住1半。老夫之前小看你了，还没赢。朔风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快了？这么多，手别抖，你手一抖，死的就是你自己。弓弩手准备。是河湾村的人，那是老刘头，还有柱子家的媳妇儿。开门，不然杀！畜生！小尉，不能开门。他们拿百姓挡道。我着城门的心道，那是我叔，小尉，救救他！城下的乡亲听着，朔风城不会开门，因为门一开，死的就不是你们10几个人，是全城几万人。你们若因此恨，我们认；但你们若今日死在这里，朔风城会记你们的名字，你们家中老小君子养，你们的仇边军报。沈管事，别开门！老汉活了60年，够了！别开门！杀北蛮！杀北蛮！给俺们报仇！放烟！什么？风向变了，往东吹。石草、石灰、烟罐，砸在人质和北蛮之间，不要砸人。投！弩手！开侧门！骑兵小队抢人！撤！
你不要命了！老子还没喝今晚的肉汤，死不了！中虎好样的！大北门，大北门！他们要攻城了。 他们要撞门！文木、石块共同压住！第一道巨门要破了。放箭！等，再等他们就到门下了。 文木，中了！陆管事的坑又中了，打死他们！东侧缺箭，搬2块过去。 伤兵抬下去，别堵强道。石灰不要一次全扔，听陆恒喊，谁家的水桶全拿上来，战后记账。神爷，这他娘谁写的？周虎，我不会写字啊。那就是陆恒。幼稚。犯我朔风者，虽远必坑。退了，北蛮退了，我们守住了。多少年了，朔风城多少年没这样打退过北蛮了。今日守城，沈宴、陆恒当即首功。陈管事，陆管事，陈管事，陆管事。笑咱俩终于不是白嫖饭和私烟饭了。还早。没错，他们还会再来。靠肥皂换粮，靠木头石灰守城，终究只能撑一时。那就不止造肥皂了，我们造枪、造炮，造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。好，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科技碾压。